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 Dr. Stella's Garden 美国农家乐。今天呢是6月6号，我呢来采收我的薰衣草。那今天借这个非常幸福高光的时刻，我想跟大家系统的分享一下薰衣草的种植、收获和使用。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薰衣草的种植。薰衣草它对土壤的要求呢是最好是沙质化的，对粘土它的这个根不容易生长，也不容易排水。那它对阳光的需求是全阳 full sun， 就像玫瑰花一样，需要6到8个小时。平时对浇水的要求不是特别高，因为它需要能够很好的排水。春夏季呢一定要薄肥勤施，不能施太多的氮肥。它在开花的时候呢，给它一点磷肥和钾肥就可以了。那么真正的如果给它多一点施肥呢，是在差不多冬季，等它花开完以后，我们给它放一层 compost。当然了，自制的 DIY compost 是最好的。这个怎么做也可以看我其他视频哈。现在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在我的院子里种这个薰衣草的情况。那么我这个薰衣草呢，在前院，是在去年的国庆节7月4号种下去的。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？哈，因为我很清楚的记得我们去年呢做一个大的翻修，所以当时特别辛苦，基本上每天都要忙到9点10点，打着灯在种的。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种这些，我们一共种了12棵，在前院种了12棵薰衣草。当时种的时候呢，正在放国庆节的烟花，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我妈妈在种，然后我哥哥和我侄女都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当时还看了烟花，特别漂亮，特别的漂亮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品种，这个品种它的名字叫 Munstead Lavender， 它对于这个作为这个圆边 border 特别好，或者是 rock garden 就大石头的这种围绕的石头，都是围绕着 border 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半圆，1颗2颗。采收薰衣草呢，主要是有2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采收的时间。采收的时间呢是2个，一个是春末夏初，今天6月6号，就是刚刚是春末夏初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的薰衣草呢，刚刚开始开花，有那么一点开始开了，但是大部分呢还是那种快要开的花骨朵。这个时候收起来呢，这个花骨朵的时候采收是最好的。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香味啊，作为干花的时候，它的香味会维持的久一些。当然，如果说您来不及采收，它的花已经全部都开了，采收也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时间呢，是在秋天的时候，秋天呢是第2波，所以呢，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要采收，采收之后呢，再来激励它更加的来生长，所以秋季呢还会有1波，所以是2次。这个薰衣草我们应该在哪个地方剪？这个很关键哈。这个薰衣草从下面往上看，大家看，它这个下面呢其实是木质化的，你看这一段是不是木质化？然后再上来呢，它就开始是绿色的杆了。那么它这个地方呢，会有芽苞，然后再往上呢，是我们要剪的地方。那所以我们剪的地方应该剪在哪里呢？一定不要剪到这个木质这里，如果剪到这个木质呢，它就不会再长了。应该再剪到木质上来大概5厘米的地方，这边剪掉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这个木质的东西，剪了以后它不会再长哈。大家看这一束呢，这个花哈，当时可能种的时候一不小心有踩到或怎么样。那比如说这个木质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木质它永远都不会长了，所以这一块它就会秃的。所以剪的时候一定不要剪到木质。现在呢，我来牺牲一根我的薰衣草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构。看到没有？这木质结构，对不对？然后木质结构这个上面呢是它的芽苞点，这个上面会继续长新的这个分支出来开花，在这个大概5厘米左右。然后你们看这个上面之后就是叶子跟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剪。那么比如说这一根。我们插到水里哈，这些地方会继续长枝开花的，所以我们剪的时候呢，就应该是在这个点，这个呢是出芽点、新增点，这个是木质，是不应该剪的。然后呢，所以说是木质上来
大概4、5厘米，5厘米左右，在这个地方剪，大家其实可以认出来，对不对？这边有很多新的芽，这个芽在这里，大家能不能看到哈？芽点。然后呢，这个上面的叶子都不太一样，你看这个光感的嘛，就只有大叶子，所以是在这个地方剪的。哈，这样是不是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修剪了哈。这个修剪的剪刀一定要消毒哈，不管我们剪玫瑰花也好，剪什么东西好，记得要有这个习惯。我已经消毒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剪。那在他们这个薰衣草这个大农场种植呢，他们是用这个镰刀来剪的，但是我们家庭种植呢，就用这个修剪的剪刀就可以了。好，上面木枝上来，对不对？木枝上来5厘米这样剪，一定不要剪得太下面，这样。那一开始剪呢，如果不是很熟悉呢，会慢一点哈，但是时间剪久了呢，就也很快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薰衣草也采收完了，分了2天采收，还是有一点多的，非常多，好香啊！那我们现在呢，来聊一聊薰衣草采收以后它有哪些用途。我用实际的东西来跟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样就很清楚了。第一种用途就是直接最简单的作为扦插花，把这个花剪过来以后呢，作为扦插花一样用，下面把叶子去掉。然后呢，把它放在水里面，可以单独插花，也可以跟其他的花配起来。以后我在视频里面会更多的跟大家分享，用我种的100种扦插花来插花，其他的视频。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薰衣草上面哈。好，那第2种最普遍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就是作为这个干花那这个呢是我做好的一个样品给大家看一下，待会儿我就会马上做，大家就可以看我怎么做的哈。那第3种呢，就是说这个干花做好以后就是它风干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干花弄下来弄下来以后呢，再把它包到这种透气的袋子里面。那这种袋子我是专门在淘宝回国的时候淘宝买的，专门是装薰衣草的袋子，它上面还画着薰衣草。那在这边 Dollar Tree 也可以买到这种透明的袋子，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画呀什么的，但是大家可以亚马逊都找一下，很香。那这种袋子呢，就是你自己就包起来就可以了嘛。那这样包起来可以放在衣柜里面呀，也可以放在枕头旁边啊，或者是枕头里面放一些啊。卫生间呀，哪里都很好，都很漂亮。那送朋友也很好，对吧？那是自己种的有机的这个薰衣草，也很漂亮，放在那儿也挺养颜的。第4种用途呢，就是做薰衣草精油。那薰衣草精油呢，我们做完以后，它的用途也很多，不仅可以美容哈，还可以在泡澡的时候也可以用。薰衣草精油呢，我会在其他视频单独分享，因为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有一点复杂。第5种用途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它磨成粉，就是可以把这些都倒挂起来，对吧？倒挂起来以后风干，要在阴凉处风干，不能在太阳下暴晒，因为那样的话它味道很快就都蒸发掉了。风干以后呢，我会把它取下来以后，然后去磨成粉。磨成粉以后呢，就能保存很长时间。那我的话用这个怎么用？我因为是非常喜欢泡澡的吧其实我是后来才养成这个习惯的。我也非常建议，在花园、菜园劳作的朋友，也可以多泡泡澡。因为这个真的很健康。那泡澡的整一套方法呢，我全部都已经很熟练了，以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其中一个我会经常用到的东西就是薰衣草，它的这个粉末，大概每一次放个5克左右，这样子就很方便。主要呢就是这5种用途。现在作为这个干花怎么做，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
抓这样大概1把哈，抓过来，然后呢稍微进行一个整理，不要太乱。就是下面要齐平。这个叶子呢带一点香味，我呢叶子就不剪了现在。但是如果说比较乱呢，你也可以稍微给它拔掉一些。如果有强迫症呢，可以一根一根下面去掉。但是我的农家乐100种花，同学们，还有10个菜床，我真的是忙不过来了。我有2种菜今天必须要吃了，要收了，还有大蒜也要收了，太多事儿了。我这个就下面叶子呢，我就不剪了，就是外面这些给它稍微去掉一点就行。因为我主要呢是想拿来做这个薰衣草粉，这样我在泡澡的时候可以1年到头都有的用。当然了，我觉得它作为这个干花啊，这个你只要把外面的这些毛毛去掉，或者不去掉，其实也不难看的。那扎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啊，用这个，我觉得用这种棉麻的绳啊是最好看的。那像我妈妈，她在年轻的时候，她就做了很多这种麻绳，他们是用这个植物做出来的，是我妈妈年轻时候做出来的很多。然后我就非常不舍得用，我不到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用它的。那我基本上就是平时，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啊，会有一些绳啊，或者吃粽子的时候重复利用啊，这样子。这个我忘了是什么绳，就是平时你看到这种绳都可以留起来，你可以扎个2圈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也不是很重嘛。然后打个结。这个时候死结活结都没有关系的啊，你可以稍微留得长一点，因为这样子等一下去挂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有个东西去挂，或者是你这边打一个圈，到时候可以挂在那个钩子上啊什么的。那也可以用平时我会积累起来，超市里买的东西不是有这些皮筋吗？我会积累起来。那么这个皮筋呢也挺好用的，也非常好用，很快。那这个地方如果有点毛毛的叶子啊什么的，你要摘就把它摘掉好了。这样是不是很好看？好了，今天这个薰衣草的事情完工了。今天一共做了6束干花，加上昨天送朋友1束，一共7束，加上一点鲜插花。连续2天90多度的高温下，自导自演薰衣草分享也是累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视频每周更新，咱们不见不散哦。感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Dr. Stella's Garden 美国农家乐。